7月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在进入到12月份，继续在南台湾的屏东县立体育馆。今天星期六的这场比赛将由地主屏东台电男排来对上彰化三大有限，这也是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第2次交手了。那当然讲到了在上个星期啊。 那两队啊，在凤山体育馆的一个交手啊，打了一场5局大战啊，非常的精彩。大家好，我是陈雅礼。这场比赛接下来转播工作将由我，还有身旁大家熟悉的于清芳老师一起来看这场比赛。于老师好，雅礼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久不见。哇，那上个礼拜真的在凤山体育馆，真的是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啊。是前2局打完是彰化三大有限2比0领先。不过接下来这场比赛，那场比赛啊，台电男排是演出了让2追3的这样的一个逆转戏嘛。老师有没有看这场比赛？ 是这场球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台电队它是整个在调度了调度上面的一个这个让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去上场哈。不过你可以看到台电毕竟还是比较沉稳在技术面的一个部分呢展现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它还是有它的过人之处。那场比赛其实两边的攻击手也都上演了所谓的一个飙分秀啊。那台电年轻的曾茂聪，这位才22岁的攻击手，那场比赛拿了31分。那彰化三大有限的队长庄子林，那场比赛个人也攻下了28分的高分呢。我们也期待在这一次啊，从凤山来到了屏东县立体育馆之后，这2队屏东台电跟彰化三大有限，今天再为我们呈现一场好看的比赛。画面上看到目前在男子组的一个排名状况方面啊，在开季到目前为止，卫冕军年庄男排是5胜0败耶。那台电男排上个星期的5局大战赢了之后，目前胜率刚刚好50%而已，3胜3败。那美金农队到目前为止是2胜1败，那桃园台湾产险2胜2败，那康体到目前为止1胜3败。那现在就只剩彰化三大有限，那胜场数还没有开胡了。是。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彰化有限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整个他也还是以张师为班底那今年上来的一个状况里面来讲的话，他们整个的表现呢，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那基本上虽然说他们在整个像企联的一个这个舞台上面来展现，他们算是个新鲜人但是我觉得说由上个礼拜的一个球赛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在整个调整上面来讲是越来越好。好。 这个星期也是屏东台电男排的一个主场周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现场的主持人，也是我们球评之一的黄宏清喽。好，画面上今天穿着粉红色球衣的就是彰化三大有限啊，当然林志勇教练在去年他也是联庄男排的教练，今年则是来带这支气排的新军。今年在企业排球联赛进入到第19年男女子组各有一支新的球队，在女子组部分则是凯撒饭店连锁。今天稍后的最后一场比赛凯撒饭店就要来对上新北中先。 我们看到了这个，其实三大有限它其实整体来看的话，都清一色都是张师的校友，包括志勇也是以前也是张师大毕业的。没错，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今天球迷还蛮多的。屏东其实排球运动是蛮盛行的一项运动那过去在我们的全国运动会，其实屏东也是全国的一个劲旅之一了。那今天现场也看到很多这种国高中的这些排球队也都进场来参观。 今天的企业排球联赛，这是今年气排19年第1次来到屏东县立体育馆。对，基本上我们看到在屏东的排球发展其实它一直以来都有在做这个很积极的一个推动那可以看到，只要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比较高强度的一个比赛到了屏东来，其实它在地的一些学校的这个学生还有球员等等，他们都会到现场来做一个观摩。那这个的观摩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让自己能够去提升自己的一些在球场上面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打法。当然有的时候他们成绩是比较低的可能在这个国高中的阶段。但是话说回来，在整个的观念有了以后呢，其实对他们在整个的一个比赛的一些运作方面或者是在这个走位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画面上看到有包括了内埔国小啊，那当然这边也有这其实蛮多学校，潮州国中啊。那当然在高中阶段啊，平荣高中这边也为我们就是国内的排球界其实贡献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啊哈。很多这种你像台师大的张恩崇教练，或者是中原大学的陈克洲教练，其实都是高中阶段都是来自于平荣高中啊。对。那目前在桃园台湾产险的大家熟悉的攻击手李尼西米，他的母校也是平荣高中。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第一裁判，国际裁判钟淑芳小姐，来自高雄市。第二裁判，国家 A 级裁判蔡君姿小姐，来自台中市。第四线员，国家 A 级裁判邱廷义先生，来自屏东县。第二四线员，国家 A 级裁判林义嘉先生，来自高雄市。为您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郭茂全先生，来自高雄市；裁判技术委员王伯荣先生，来自台南市。好，欢迎各位长官、贵宾以及现场的球迷朋友来到热情的屏东。那今天呢是屏东台电男排的主场日，相信刚刚球迷朋友入场前都有拿到屏东台电为大家准备的应援拍拍扇以及精美礼品。那稍后屏东台电队比赛后也安排了全部球员的签名会，也欢迎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一起共襄盛举。今天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现场的球迷朋友，请给我你们的尖叫声！首先，先来介绍客队彰化三大有限的球员阵容：3号陈玉林，5号陈恩德，8号庄瑜翔，10号冯品恒，11号黄奇君，12号许敬凯，13号陈冠成，17号柯宗福，24号林博伟，30号赖建豪，33号庄子琳。58号杨展瑞，77号吴国强，88号钟炳化，执行教练林志勇先生，教练黄建伦先生。好，在介绍完客场球队之后，这边温馨提醒一下大家，稍后体育馆将暂时将场灯关闭，请各位入场的观众小心行走。好，也请球迷朋友们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一起来为我们的地主球队来应援，用灯光来点亮屏东体育馆。好的，马上要来介绍的是我们地主球队屏东台电男子排球队。率先出场的是非常帅气的、非常年轻有活力的屏东县体育发展中心黄博汉主任。紧接着，让我们欢迎台湾电力公司人力资源处沈树理处长。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屏东台电队最坚强的教练团。首先欢迎教练戴如谦，第二位出场教练李正曼，紧接着为您介绍屏东台电执行教练张善元。紧接着要来介绍的是屏东台电球员阵容。
率先出场，背号7号自由球员陈介廷。第2位出场，背号12号举球员陈玉仁。背号13号主攻手洪宇瑞。背号17号主攻手郑维志。背号66号主攻手詹敏汉。背号99号 99副攻手黄正良。紧接着，用你最热情的掌声，一起来欢迎屏东台电先发球员阵容。雷电降临，背号51号主攻手得分重炮甘明秀。背号16号中间手高压电塔严正富。背号10号副攻手冷面战神曾茂聪。背号19号中间手铁臂巨人林怡慧。背号2号举球员电力指挥官黄宇成。背号18号主攻手球队定心丸，同时也是队长许文成。压轴出场，背号3号自由球员余耀男神李嘉轩。再给我们电力十足的地主球队屏东团队一次热情的尖叫声。好，同时今天是气排19年第一次来到屏东县立体育馆来出赛，有许多的长官贵宾都特地来到场来支持，所以现在就由主持人这边来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长官及贵宾。首先为各位介绍，刚才有特别这样的一个介绍球员出场这样的一个仪式。黄国汉主任。第2位要介绍的是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龚建荣理事长。第3位要介绍的是台湾电力公司人力资源处沈树理处长。台电公司娱乐活动推行委员会王淑娟执行秘书。台湾电力公司屏东区营业处邱玉斌副处长。企业排球联赛推动委员会胡忠明主委。紧接着为各位介绍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黄国光秘书长。屏东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叶日展主委，以及非常辛苦站在我旁边的率领整个行政团队的屏东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潘正宪总干事。好的，在介绍完贵宾之后，我们在精彩的球赛开打之前，我们先邀请长官们来为即将上场的球员们勉励几句，一起来掌声欢迎屏东县体育发展中心黄博汉主任来为我们致辞。感谢在座的各位来宾，还有在场的球员，还有所有的观众球迷，大家晚安，大家好。仅代表我们的周春敏周县长，感谢大家今天到场来为我们的球员加油。那今天是我们屏东台电对上我们的彰化三大有限相信等一下会是一场刺激的比赛。那我们这个赛期呢是2天，那是分为2周我们12月3号、4号，还有下一周也会有比赛。
那我们希望就是给各位球迷呢，来屏东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特别帮我们的台湾电力有限公司的男排跟我们屏东冠名叫台电男排。那今天也是我们的主场日，所以等一下比完赛，邀请大家一起留下来，跟我们的台电男排的球星一起同欢，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全台湾体育单位最帅气的主管黄博汉主任的勉励，同时相信今天两队都会拿出绝佳的战斗精神，也祝福选手们都能打出最满意的成绩。精彩的比赛马上开打。好，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在这一次12月2号星期六，在屏东县立体育馆，这是在屏东男排第一个星期主场周的一个赛事，在赛前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哈。除了这个灯光全灭啊，叫大家把整个手机的手电筒打开，来迎接球员地主队台电男排球员进场之外，这个长官也来致辞啊，就是也算是就是地方政府对排球这项运动也算是表达支持了哈。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在南台湾的屏东来讲的话呢，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对着排球有这个很执着的一些推动跟发展哈。所以我们就像一开始雅里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知名的教练都是从这个屏东这边来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栋梁哦。刚才在画面上大家也看到了这场比赛两边的先发球员，那当然。看看上个星期5局大战拿下31分的曾茂聪跟彰化三大有限这一边28分的庄子霖，今天还会不会来这样的一个火力对决啊？刚才长官们的致辞时间并不长所以球员的身体还没有冷掉，没有问题。第一局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要发球的是10号洪炳恒。彰化三大有限冯品恒的发球，台电队这边接发之后，4号位这边的这一个长攻许文成，这个球打出了界外。4号位的攻击出界。许文成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赛季的6场初赛拿下了93分，那平均每一场比赛也可以拿个15分左右。目前在整个男子的得分排行榜上面，许文成是排在第2名，仅次于连庄的布莱恩。后排攻击，这一次的后排结果庄子霖打出界外了。这一次的后排攻击出界。球权来到屏东台电队。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彰化三大有限呢，这些选手在打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他就是抱持着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不放弃的精神在打球打得很嗨了哇，吴国强。小钢炮，他身高不高只有178公分。不过，这个过去有在看HVL 高中排球联赛就知道，在封商7连霸的那一年，吴国强那年是封商的队长。曾茂聪利用队友掩护这个球，结果被拦到了。哇，这球拦得非常扎实啊！其实可以看到柯宗甫他其实也是气人的一个常客了哈，所以他在队上里面呢，他算是一个比较具有经验的这个球是在界内还界外？出界要挑战吗？林志勇教练这边要挑战。彰化三大有限队请求挑战项目为界内球。今天在屏东台电男排的主场周这边有这种大头人像不过不像篮球有这种大头，通常是在篮球篮板、篮筐后面的时候是影响对方罚球的，对不对？对。这是待会儿要上场的凯撒饭店的女排。这球界内还界外呢？吴国强的这个球，结果是一个 ace 球。哇！林志勇教练挑战成功。
吴国强继续来发球。林一辉这一次的快攻有。林一辉在往前的 A 数快攻拿下这一分。轮到队长许文成的发球。画面上来看到许文成，今年他是担任台电的队长。 不错哦，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快攻被台电队守起。哇，甘明修这球很聪明啊！阿甘身高也是够高了，做这样的一个吊球。其实可以看到，刚刚在整个的这个球的一个动作，庄子林应该是动作要快一点，因为你可以看到阿甘他整个的一个攻击已经是没有那种助跑的动力了。 许文成这一球尝试来做一个跳扣式的加压，但是打出了界外。球权回到彰化三大有限队。5比3，目前第一局的比分还是彰化三大有限来领先。哎，结果这个球发给甘明修，造成了甘明修阿甘这边的一个接发球失误。其实这个球应该是放给自由球员来接了哈，不过可以看到阿甘去抢了这个球。 嘉轩已在后面等了。嗯，曾茂聪切进来，在2号位这边的攻击得分。曾茂聪在麦寮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到了台电队。那前2年基本上上场时间不多，不过从上一季，也就是7排18年的下半季开始，哎，今年他能够把握住上场的一个机会，他现在。 几乎是台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力攻击手。再来一个吊球，哇！台电队今天就是把年轻的三大有限要吊的这个是东奔西跑啊！因为基本上可以看到他整个的一个防守圈是放的蛮大的。台电这边连追2分回来。 庄子莲攻击，台电队手起。甘茂从这个攻击球也被守起来，这一个球在网上的相持，哇！最后双拳还是难敌4手啊！在网上先球，最后是台电队严正富拿下这一分。严正富的身高也是接近200公分，198，身高就摆在那边了。 对，啊，三大有限这边全队最高的就是已经下来休息的柯宗甫，柯宗甫195。开网球，庄子林这个球，哇哦，很敢打哎。对，非常敢打，而且看到今天目前在三大有限来讲的话呢，他整个的接球各方面还是算是整个状况还算不错。 彰化三大有限庄宇翔的发球。 阿甘来了，这个斜线，哨音先响，是前排这边有人触网吗？对，拦网触网。嗯。所以现在第一局回到原点喽，7比7，双方平手。 这一个后排攻击又被阿甘拦的是扎扎实实啊！哦，这个星期看到甘明修剪了头发，非常的清爽哦。这个球单扣，直接把这球给拦下。庄宇翔这个球其实扣的是蛮顺的哈，他并没有去做一个两边的角度去做调整。再来一次，这一次有了，庄宇翔。 庄宇翔以攻击手来说，他的身高也是不错的，有190公分呢。但是在场上看不出来哦。台电队这边接发之后，再给曾茂聪。面对对手单人拦网，曾茂聪从后台飞出，一记斜线重扣得分。 轮到51号甘明修的发球，
阿甘这一次的发球结果出现了失误，9比9，双方在第一局再度平手。吴国强的攻击，台电队这边守起来之后开网，在这边一个打3个，许文成打喷掉了。嗯。继续由30号的赖建豪来发球。这是台电队的教练张善元。所以这发球出网有进，许文成的这个球被拦回。这一次直接偷袭得手，黄宇辰，台电的举球员黄宇辰。不过三大有线要特别的注意，今天他在中间这个的小球哈被放的蛮多的。第一局台电队其实蛮多的吊球都是吊到刚好前后排中间的地带。对。吴国强在这边打非常高的一个打点的 touch out。其实吴国强来讲的话，他其他的手腕是相当不错的。然后他的整个的一个攻击的稳定度也够了，虽然是个子矮了一点啊。这一次接发终于林一辉的快攻。接发球之后，黄宇辰持球往前的林一辉，这次快攻得分。面对台电这支球队啊，有时候真的防守上真的不好守啊。对，基本上我就觉得说，在三大有线可以把后排的防守圈稍微再缩小一点。因为毕竟台电队的一个到目前来看的话，打点还算蛮高的，比较少出现这种 touch 到后排的一个状况。轮到吴国强的发球。刚才庄玉祥的攻击得分，吴国强发球，比较靠网哦。哇，这个球反而是制造出机会，让林一辉再度的是一个左手的重炮。快攻得分。哦，这等于单手举的这样的一个背 C 耶。轮到队长许文成的发球。哦，这球收起来了。哇，可是可惜啊，没有压下来。庄宇翔打到手指头。13比12，目前台电在第一局又要回领先。后排攻击。这个球结果打在网袋，是一个4级球，no in。观众朋友们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关闭您手机的闪光灯。双号三大有线队请求暂停。这是在这一局当中，彰化三大有线第一次落后的分数来到2分，所以林志勇教练这时候喊了暂停。我们要把握那个严正富在前排的时候，那时候打法比较单纯一点，他手也比较好守。自然的时候开始小球要进来，进来。林志勇教练球员时期自己就是快攻出身的哈。此外，也请球迷朋友们关闭刚刚有打开。因为刚刚他特别提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基本上在台电给严正富的一个快攻的几率不是太高。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他可以锁定，比如说两侧或者是后排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路线。结果这是一个接发球的骂包，直接又被甘明修给扣下来了。自由球员的接发，结果形成了一个骂包球。
在这边队长庄子霖的一个攻击又遭到拦网，哇！上个礼拜打完5局大战之后，这个礼拜主场出赛的台电男排有备而来哦。这个拦网的设定完全抓到了，这一下子拉开了4分啊，连续拿下了4分。从12比12平手之后，台电是拉出了一波4比0，哇！这一次的发球又接发被破坏了。甘明修，这个切的直线，打得很轻松哎。对，这球切的非常的棒。这是我们的球评之一啊，也是张师大的邱金志老师。彰化三大有限庄子霖，刚才也是这种声东击西的一个打法，身体是往右边，整个打是往左边。对。啊！这一次是举球员举太低吗？不，举得有点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辉他这个球也要做一个强击，直接拉了下来啊。彰化三大有限柯宗甫发给甘明修，阿甘这个球来一个快抹，后排攻击，来看到后排的吴国强这个球要挑战看看吗？打出了界外，并没有要挑战。19号下17号郑伟志上。台电这时候把背号17号的郑伟志给换上来发球。哦，这球发得不错哦。庄子霖这一个攻击球被拦回，再举。修正球的攻击，阿甘这个球被拦到了。对。这次看到三大有限呢，在拦网上面呢，很扎实的3个人上来做拦网，组合的非常快耶。对，看到这个球做给阿甘之后，三大有限的3个人马上跑过到右边去，做一个3人组合拦网。哦，就有进哦。对，有进。在网上的一个相持，哎，这一次甘明修把面子讨回来了。19比15，台电这边发球轮到了曾茂聪。这一次的快攻，哇！台电在后排的防守守得很好哎。刚刚在球举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瑕疵啊，主审看得很清楚，这是连击球。我看到确实三大有限今天在整个的进攻上面来讲的话呢，他在整个突破的一个部分呢也算是不错，但台电他站的位置站得比较精准一点，所以很多的球都可以守得下来。台电队队长许文成的后排攻击打在彰化三大有限自由球员手上，喷掉。20比16。这一次的后排攻击结果打在自己的网子上。彰化三大有限队的后排攻击失误。比分现在来到了5分差距，在彰化三大有限这边，林志勇教练再度请求暂停。那个肩膀放轻松一点，顺顺甩就好了，顺顺的就好了。没有啦，问题不大啦，重点就是自己的失误太多而已。你不必要的失误，我想气氛绝对不会起来啊，对不对？敢打一点没关系的，好不好？攻击手把握点，攻击手把握点，跳跳跳！
暂停结束。其实排球比赛啊，就像林志勇教练讲的，有时候蛮讲求气氛的。你失误太多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把整个气氛给嗨起来啊！哈，尤其是像这个彰化三大有限这样的一个学生球队。是，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年轻是本钱啊。年轻最大的就是他的活力嘛。那你能够展现出你的活力出来的话呢，其实这打的过程里面就不会背负的一个比较沉重的压力。这一次接发之后，再交给后排，庄子霖的攻击球被拦到了。上个星期在凤山啊，庄子霖的前后排打台电打得非常顺。哦，这个礼拜台电有针对他的一个攻击拦网，第一局拦了蛮多球的哦。彰化三大有限这时候换上来钟炳化。阿甘的发球，开网，吴国强这个球被拦回，再交给吴国强，只有打高打点，想要来打touch out，不过台电队还是守起喽。庄子霖的这个球后排也守起来。在这边这一次的后排进攻有了，对，哇，可以看到今天彰化这个三大有限来讲的话呢，在整个的进攻的一个部分呢，整个偏向的这个后排进攻比例非常高，因为他也认为说在前排里面呢，他不见得会得到优势哈，因为对方还是太高了，所以可以看到在整个进攻里面后排的攻势特别的多。彰化三大有限刚才看到赖建豪的发球出现失误，23-17。第二裁判吹的台电这边，基路这边他按了一个蜂鸣器，那代表的是一个在发球轮转应该是错误的。哇哦！发球轮转的错误，那就等于是直接送给彰化三大有限1分呢。对。19号林一辉上。台电这个时候再把宜辉给换上来。彰化三大有限冯聘恒，这个球发过来之后，台电队做给后排的阿甘。甘米修的后排攻击得分，拿下第一局的第24分。今天台电队请求替补2号下12号陈玉仁上，由陈玉仁来发这一球。台电队这时候把阵中的第2位举球员陈玉仁给换上来发球。陈玉仁是一个左撇子的举球员，在这边的一个快抹交给了柯宗甫，快攻得分。柯宗甫在往前的高打点快攻拿分。所以我们看到彰化三大有限呢，其实柯宗甫在前排的时候呢，给他的几率就蛮高的。这次接发也是接得到位啊，在这边的攻击许文成斜线攻击得分也拿下了。台电队在第一局的最后1分，第一局25-19。连续2个星期，台电面对彰化三大有限，这一次是台电队在第一局先取得点。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Jimmy。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我们来看到，在连续2个星期啊，台电碰上彰化三大有限，在第一局啊，台电25比19先拿下了第一局。当然，在攻击得分率上面都比彰化三大有限要来得更好，而且在第一局台电有4次的拦网得分，而第一局2队的失误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对，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7分跟6分确实是差不多了。不过可以看到，在整个效率、攻击的效率来讲的话，台电还是高了一点点。那当然，年轻的彰化三大有限啊，其实在整个比赛中前段还是跟台电打得很相持。还记得12比12之后，才一下子被台电好像有一下子一波带走，打出了一个4比0。对，所以就是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领先差距到最后。那当然可以看到在，这些年轻的球员来讲的话呢，最后的一个坚持力啊、专注力还要再加强一下。
第2局刚开始，台电队这边黄宇辰的发球出现了失误。啊，彰化三大有限这边的发球在这边，许文成在2号位这边的攻击得分。文成今年打了蛮多直线，以前我记得他是喜欢打斜线攻击。其实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这个助跑的路径啊，可以去多观察一下。这边想要做一个吊球，结果被曾茂聪给压回来。啊，这个球有点出乎嘉轩的意料之外，还是嘉轩被前排的人挡到了？他应该跟许文成之间互相的有点干扰到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球他可能又想要去，然后感觉许文成也要上去，所以就稍微都迟疑了一下。在这边做一个背 C 的快攻，林一辉 C 数快攻得分。黄宇辰的一个举球非常到位。这边这是一个修正球的攻击，曾茂聪这个球被三大有限守到喽，举给后排的许文成，这球喷得很远，还有，哇哦！甘明修这球切到中间来，这样的一个进攻，对，转了一个直线。不过我们刚看到三大有限的许金凯，他那个防守，你看刚刚那个防守，时髦的生命在做防守。这球突然发短。哦，这边这个进攻有庄子麟。庄子麟他目前是彰师大大3呢，那今年是彰化三大有限的队长。他高中念的是龙津高中。其实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蛮敢打的。可惜这一次的发球发出了界外，钟颖化。轮到10号曾浩聪的发球。22岁的曾茂聪非常年轻啊，在场上打球的时候常常都是这种扑克脸，面无表情。所以刚刚在司仪的部分，我记得他是冷面杀手。哦。甘明修接发之后，这一次又是切到了3号位跟4号位中间这一边的攻击得手。他的整个切进来的一个高度啊，算真的是蛮高的。彰化这个有限三大有限，在拦他来讲的话呢，还吃亏了一点。还不知道怎么拦嘞。因为尤其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呢，他更吃亏了。这球被救回来。直接又是黄宇辰的一个偷袭得分。黄宇辰在往前的2次进攻得分。三大有限这边是完全没有料到有这一招啊。这边再做个许文成，吴国强打touch out，面对对手双人拦网，吴国强在4号位的touch out得分。彰化三大有限啊，想要打出像上个礼拜那样的5局大战，必须要吴国强、庄子麟这2个攻击箭头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攻击效率才行。李嘉轩接发。这边交给后排，这次曾茂聪的后排攻击有。后排曾茂聪一次直线送后得分。目前比分来到7比5，屏东台电队暂时领先2分。
强面对只有黄宇辰一个人拦他网，对，这攻击角度就够大了。对，而且他这个球还放慢，转了一个直线的。 7比6，台电还有1分领先。这一次接发之后，交给后排曾茂聪有。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个彰化三大有限来讲的话，虽然他们的一个身材条件不是特别的好，不过他们在整个排球的基本的一个动作里面还算蛮扎实的。今天在拦台电攻击的拦网方面的一个设定，感觉上是比起上个礼拜没有那么的好。其实上个礼拜他们那场5局大战，他们彰化三大有限全场有12次的拦网得分。是。1分落后的彰化三大有限，吴国强发球，利用队友的一个掩护，又是曾茂聪。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台电队采取这样子的一个交叉的一个这个进攻的一个模式，对于三大有限，它是更加的一个得心应手。因为基本上我们刚提到的就是三大有限个子不高，矮个子在移动。 第一个，它虽然速度可以快，但是它的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它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比较慢。所以说，在整个对于身材够高的台电队来讲的话，采取这样子的一个移位或者是交叉的一个动作，对他们来讲，今天如果说多采取这样的战术，打起来会更轻松一点。台电这边又是曾茂聪，这一次攻击被彰化三大有限守起。 后排许文成这个球在界内还界外呢？出界啊！台电这边要挑战吗？有张善元教练这个时候决定要来挑战看看。台电队请求挑战项目为界内球。现在不管是看篮球比赛也好，在排球比赛也好，这个进场拿这样的一个纸扇的加油棒啊，真的是还蛮常见到的哈。这个可以当加油棒来使用，也可以当扇子来扇风啊，一举数得。台电队这一次挑战，看看界内还界外，结果很可惜，是一个界外球，挑战失败。台电队挑战失败。 所以第2局现在回到了9比9平手。甘米修接发，这边给林一辉，哇，一辉今天的快攻真的是1球1分呢。林一辉这边 A 式快攻，由得分后的林一辉来发球。 移辉的一个这个面对来讲的话呢，还是要去把这个柯宗福找出来，来去应对他。所以在整个位置的一个调整，这个三大有限呢，应该是要找一个，就是我们说柯宗福专门去抓移辉，对不对？对，位置去调整到对上的这个移辉的位置。刚才赖建豪这个失误，就是林志勇教练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这种无谓的失误。后排攻击，吴国强这个球喷到了界外。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个子不高哈，唯独就是靠着这个力量跟速度哈，让对方的拦网他还没有完全这个把动作做完整的时候呢，球会喷了。唯独就是靠喷来打他全好的一个模式。这个球曾茂聪结果遭到了彰化三大有限的拦网，庄子霖这个单扣啊，拦到，又回到平手了，11比11。在这边，庄子霖再拦到，哇哦！庄子霖最近这个单人拦网时机抓的真是太准了。这2颗球看到的这个曾茂聪在整个攻击上面好像是完全没有看拦网的手来去做一个改变。他是照习惯打的感觉，对不对？
种感觉，上来的就顺手就打了。所以说球不会做给严正富呢？阿富的一个快攻得分。轮到曾茂聪的发球。 12比12。中鼎化的这个攻击球被拦回，在这边，结果庄子霖的这一个球也被拦到，感觉往上打还是逃不掉。拦人者人恒拦之啊，已经打点很高了哈。对，他往上来打。可是台电队双人拦网的手举得更高。 曾茂聪这个球，哦，是使尽了这个力气来做这样的一个加压啊，结果出现了发球失误，13比13。13比13的平手。许文成接发，阿甘高打点，只有冯秉恒一个人来拦阿甘，阿甘的身高也有198公分啊。拦不到了，因为个子这种的一个高度有点悬殊哦。刚才有问阿甘，我说今年怎么背号换了，换成51号？我说你是铃木一朗的球迷吗？他说不是，他是那个啦啦队懒蓝的球迷。阿甘这个球结果，哇，是在偷听我讲话吗？真的，你影响到他了。我影响到他了。14比14，这个球很可惜，差一点点，赖建豪的发球失误。球权回到屏东台电队手中，轮到16号严正富来发球。后排攻击，在这一次的后排有。 队长庄子霖在后排突破对手拦网得分。所以彰化三大有线这边想要从台电的手里得分，就是要把节奏打快，趁台电的这个防守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快当然是可以的哈。那因为毕竟快来讲的话，对于他们的一个体能的消耗会更大，因为他个子比较矮。 在移动弹跳的时间要花的，尤其弹跳的部分要花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上来到下来的一个时间点。那我是觉得说，像他们就可以打一些技巧性的，比如说，因为对方退网确实拦网比较高一点，他可以多打一些 touch out 的一些形态的球。这个球嘉轩守得不错，许文成做一个吊球，吊直线，精彩。 3个人想要来拦许文成，哇，这个球很会吊。基本上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一个防守圈放得很大哦。今天可以看到三大有线今天在这种小球真的是吊蛮多的。好，钟炳化这边的一个打touch out得分。 轮到彰化三大有线队林国强发球。吴国强，这球做到这边给詹敏汉。来到第2局，看到同样是左撇子的大炮啊，詹敏汉这个时候上来。屏东台电队暂时取得2分的领先。 现场这些屏东在地学校都是台电的球迷哦。庄子霖这球就是要打你指尖呐，就是把打点给拉高。庄子霖在4号位高打点修正球，他是2得分。轮到快攻手柯宗甫发球。
柯宗甫发给甘米修，甘米修接发之后，这边后排攻击许文成，这是彰化三大有限的机会哦。这球打到了标志杆了。对。你看到庄子琳，他就是用撇的方式啊，造成这个对手拦网的 touch out。现在18比18，彰化三大有限追平了比分。58号杨展瑞上。特别换上来发球的58号的杨展瑞，也是一个主攻手。哦，这球发得不错哦。修正，彰化三大有限的机会。在这边拦网，台电队还是很会拦呐、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庄子琳他不应该再往下来扣，因为前面的一个打法他都是往斜上来打啊，所以造成很多的 touch out。他这个球直接拉下来以后，当然高度又更低了。目前比分来到19比18，双方只有1分差。屏东台电郑伟志换上来发球，也是修正了。太靠网了，太靠网了。不过这个处理球不好啊，这个球，因为既然已经是在靠网的球，你不应该轻轻的往下压，你可以再往前推，往两侧来去拨。所以你觉得詹米汉应该是往两侧来拨，对不对？对，因为你太顺了，其实对方已经在等待你，而因为你是属于比较被动的。黄宇辰举的这一球到比较开网哎，对。可是甘米修这一球打得非常的好，他今天手感不错。2局没有打完啊，甘米修现在应该得分已经是来到2位数了。彰化三大有限队请求替补，10号下8号庄宇翔上，88号下24号林博伟上。目前第2局的比分20比19，台电队这边曾茂聪发球，这一次的快攻被拦回来，球再送高，再被拦到。其实，在彰化三大有限这边都不会想要做一些吊球的尝试嘛，都是球在往上就是硬打就对了，用力打机会大这种感觉、啊哦，是吗？因为你要用力打来讲的话，球点还是要拉高了，喷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那个旁边的掉了，不然你那掉不开，全部都2只篮了。对啊，快攻也是啊。他前排要敢给。我跟你讲，你如果你要掉去前面，你就不要再劈了 ，A 场的这样，不要再劈那过去，那2只一定跟上啊，对不对？暂停结束。到目前为止，彰化三大有限得分最高的还是队长庄子琳，今天到目前为止拿下9分，吴国强有7分。那其实他们阵中还有另外一名主攻手陈恩德，不过陈恩德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场。台电队暂停过后回来，这个球发短，也收到效果。后排，曾茂聪从后排飞出来，让彰化三大有限，我觉得根本来不及拦网啊，来不及做一个拦网的准备。对。只能靠后防啊，这位置要先站出来。22比19。哇！这个时候曾茂聪发出了一个 ace， 透过慢动作再来看一下这个 ace 球漂亮啊，完全是在界内。哇，在第1局的时候是12平之后
被台电队这样拉开，在第2局僵持到19比19之后，现在又被台电队拉开到4分，又10分。不敢吹啊，对不对？接一颗，慢慢接，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接发球而已啊。等下换谁发球？崔姐跟崔远。暂停后回来，屏东台电的安排，曾茂聪这个球，结果发球失误。对。暂停结束后的发球失误。球回到彰化三大。其实这个暂停后的一个发球，其实曾茂聪他是有想要去做调整的，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调整来讲的话呢，其实想要放小球哈，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这边直接做给严正富的快攻得分，在第2局，台电队先来到了24分，局末点。三大有线他刚刚的发球也是想要破坏严正富的快攻哦，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发得太准了，让严正富没有去移动。哎呦！阿甘这个球，摆明的我就是要做一个加压了。对，但这个球很明显的，他抛的已经是太里面了。彰化三大现在请求替补18号下19号柯松补上。嘉轩这个球接的是有一点靠网，三大有线的一个机会。吴国强。哦，这个球他出手的时候刻意有把速度又放慢一点点。对，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明明就看到3个人在前面拦网，所以他在打法的过程里面只是做一个斜线的推扣。这斜线的一个推扣来讲的话，它角度变得比较大一点。不好意思，你这边就送了，你紧的，发挥一招 B， 一招 B， 啊，你把他然后 A 吧。然后啊，好 A， 然后他老二嘛，然後呢個要唔要？然後就會有，我6千4啊，先生，暫停結束。我觉得单元闪完转任教练之后，这今年赛季第1年当教练，常常都是这种苦瓜脸。他压力蛮大的哈，因为基本上来讲，台电是一个蛮强的一个队伍。是。那当然落在他手上来讲，责任就比较重一点。不过这次暂停喊得好啊！暂停过后回来，彰化三大有线这边是发球出界。第2局结束，台电队在前面2局打完，现在是已经率先取得2比0，取得听牌。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培养感情。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7月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就是玩手机、玩游戏、打电动，然后不然就是好好的在宿舍里面休息。我喜欢出去外面走走，因为自己喜欢到外面散步，然后逛街、听音乐这样。我是尽量都待在家里，比较喜欢睡觉。对，我也是，就是因为平常比赛跟训练都很累，所以只要难得有放假的时候，通常就是待在家，然后追剧、看电视之类的。确定要问我吗？我从休赛季开始就是一直的比赛到前几天才回来，所以我就是不断的练球、比赛。就是休赛季的期间，还是会不断的保持球技，然后放假的时候会跟朋友出去玩。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在12月2号星期六，屏东县立体育馆，屏东台电跟彰化三大有限这个赛季的第2次交手，第2局的这个内容，看到在第2局当中，虽然曾经经过12次的平手，但是还是在整个比赛的尾段啊，屏东台电男排发挥他们真的是场上的这个经验真的是无价。那当然第2局的攻击得分率还是要比年轻的彰化三大有限要来得更好。对，而且这个整个得分效率来讲的话呢，高达60%啊，那这个效率是相当的高啊。那相对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在第2局的时候呢，在19-19的时候呢，彰化三大有限呢，确实又被拉开了，连续的4分哦，蛮可惜的。台电男排其实这场比赛他们的后排攻击打的绝对是比这个彰化三大有限来的少。不过刚才第2局他们的后排得分效率，就是我们刚才特别强调的效率，进攻效率。确实，真的是比彰化三大有限来的更高。阿甘这一次的后排攻击，结果球没有能够压下来。这次攻击出现。台电这一次的快攻一挥被拦到。连续2波的进攻都被拦回来，结果这个球，彰化三大有限前排这边发生什么事？
对呀，非常的可惜哦。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球在前排的拦网顺做的不错，不过台电的补位也很快哦，很确实。黄宇纯这个球又敲高起来了。哇，这个就是真的是经验啊哈！在这边直接在网上被许文成给压了下来。其实像刚刚这个球来讲的话呢，举球人家应该要跳起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冯秉恒他应该跳起来来做举球哦，那搞不好还可以赚到一个对方过网击球的一个犯规啊。是。啊，庄宇翔。 这3分其实都丢的不应该啊！我觉得对彰化三大有线来说，3米，吴国强在这边1个对2个，制造了一个 touch out。2号位的吴国强，他是奥得分。 开网球，在这边的一个斜线攻击，台电手起。冯秉恒举给后排的吴国强做一个吊球，阿甘这个飞身的鱼跃扑救救的也很漂亮。在比赛过程当中，林志勇教练这时候要求。 这个挑战呢？对，他就挑战刚刚阿甘的那个下去的那个球，到底球已经落地了吗？对，是先落地呢，还是碰到手？不过在这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我们看到挑战的一个时机点哦，是这个球已经来回了好几球，稍微有点慢。 刚刚的球迷拿出来这个黄正良的这个大头像啊，不过正良今天这场比赛还没上场。对。来现场看球就可以像画面上的小朋友这样子哦，可以拿到这个小排球哦。不过我觉得林志友教练这个挑战其实也蛮惊险的啦。那应该是基本上我们看到，在整个教练团应该是有看到了哈，所以在刚刚经过一个确认的，所以才大胆的提出来。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其实这个球已经经过了来回几次的哈，所以现在要找回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当时的一个这个片段哈，要花一点时间。对，因为如果挑战失败的话，那就会直接送1分给对方。当然。 看到我们这个排球协会的龚理事长，还有邱金志老师，坐在他们2个人中间的是邱老师的先生，也是这个过去我们的角力国手，对，毕老师。对。那其实这2周来看的话呢，大概邱老师是最嗨的哈，因为看到他的子弟兵啊打得算是可圈可点。邱老师自己的儿子现在也在丰原高商啊。嗯，对。 他们家3个小朋友都跟他一样走排球这条路。当然，在负责挑战系统这边有个专属的一个裁判啊，那利用无线电也随时来跟这个主审来做回报。因为的确就像是刚才于其芳老师讲的，就是刚才那一个鱼跃扑救的那一球啊，其实在提出挑战同时，球已经好几个来回了。对，比较难去把影片倒回去来找。 对，所以要倒回来的时候呢，要再去找到那个画面，要花一点时间，而且要很清楚的能够去看到这样的画面。当然，可以看到刚刚那个画面，这个挑战裁判呢，他们不是只有看到单一个画面，他要看好几个角度，
经过好几个角度确认了以后呢，这个球是确定是比如说是成功或者是失败，这个画面才会上去。那当然有可能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状况里面，应该是看不到那个的画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在整个的一个镜头在带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快的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呢，那基本上就维持了一个公正球。对，如果都找不到的话，对，他就维持了一个公正球。对，所以也不算挑战成功，也不算挑战失败。对，因为他最后没办法来判定说这个球到底是刚刚那个球，比如说就像亚里说的是成功或失败，那就重赛。不过刚才等了这段时间啊，这个吴国强的身体有点冷掉了。对。罚球失误，现在在第3局4比2，台电领先。这边又是一个接发球的骂包，直接被林一辉这球给扒下来啊！哇哦！所以这个接发球要稍微控制一下这个姿势要稍微再做低一点球的角度仰角高一点。这个球结果接发球过来，哇哦！文成这个球直接打了。对，那其实基本上这个呛死球过来了以后，看到这个王宇辰呢，就直接来做举球轮到陈玉玲的发球。彰化3大有限，陈玉玲发球。哇，这个球其实有机会救的。对。所以我们刚开始在第1局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彰化有限这3大有限他可以稍微把他的防守圈稍微再缩小一点点，再往前一点点。因为正常的球可以看到，在台电队来讲的话，打点比较高，所以说基本上他这种 touch 的一个到后区或者是界外的这个比例呢，不会太高这球打在黄宇辰的身上。2号位的斜线进攻得手。庄玉祥打斜线。不过这样的一个失误那真的是很可惜庄玉祥好不容易得了1分，但是发球又送给对方。屏东台电队10号曾茂聪的发球。不过这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子一个打法或者是这种发球拼发球，在前段都还算还可以的，还可以接受了因为毕竟还是要拼拼看。曾茂聪又是打算来发一个小球结果出现了失误。轮到彰化3大有限队队长庄子玲的发球。哇，这段时间怎么搞的？两边发球互相送礼不过今天台电队在整个的一个阵容上面也是有点保守你可以看到他目前除了扣除了这个自由球员以外大概替补大概只有1个，就用的人也不多了2个，包括这个陈玉仁的举球，然后加上时间也很短对，很短包括詹敏汉上来，其实他们的一个之间的用人还是算保守了一点。好，在这边队长许文成4号位在这边攻击突破得分。屏东台电队足球替补19号下99号黄正良上。台电在今天对彰化3大有限明天要继续的在这个场地明天下午3点要来对上是美金农。美金农在今天第1场比赛直落3击败了台北康体。
不过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说，再说没有换人了，现在把黄正良换了上来。不过黄正良上来的是顶替的林义辉的快攻啊。吴国强想要做一个吊球啊，结果直接在半空中被抓了下来。哇，反而在第3局是在前段啊，台电就把比分现在拉开到4分差了。又是太靠网，快攻，这一球彰化三大有先守起来，吴国强，这个球结果拦到出界。这次屏东台电队拦网出界，由彰化三大有限队拿下这一分。 黄宇辰做给曾茂聪，这庄子林都定在那个地方，没办法来动。屏东台电队请求替补，2号下12号陈玉仁上。好，再把黄宇辰换下去，陈玉仁先换上来发球。 台电在这边这一个斜线的攻击，曾茂聪。这是由张明洲起球给2号位的曾茂聪攻击得分。彰化三大有限队起球替补33号下58号林展瑞上。 12比7。啊，彰化三大有限这边换上了杨展瑞，另外一名自由球员。 修正，庄玉祥只能够把球送过去。在这边，哇，曾茂聪真的是攻击的一个得分把握度相当高哎。屏东台电队请求挑战项目为界内球。台电这边要挑战看看啊，看看这球是有没有在界内。这一次挑战出来的很快。挑战失败。 哦，这一次换到4号位这边曾茂聪，于老师怎么看曾茂聪这样的一个攻击？不管在两侧这样的一个打法，基本上我们看到他曾茂聪他的弹跳能力是不错的哈。那他当然他会把握着他的高打点，但是基本上曾茂聪他还会去闪避拦网。 哦，他看到哪一边有路线的时候呢，他会去做一个调整哦，所以这就是他攻击比较具有他的一个优势的地方啊。台电洪宇睿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不过现在还是有着5分的领先优势，14比9。陈玉麟这一次的发球再度的是出现失误。
这个斜线的长攻被台电队守起，3人拦网，这一次面对甘明修拦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三大有限，它其实3人组合的拦网，它的成功率算是蛮高的，因为毕竟这个人面哦，他把它做大了，那对方看到有人哦，就会想要去做一个路线的调整。这边的攻击点很高，但是应该是攻击出界，没有 touch， 所以也回头示意教练团这边说不用挑战。15-11，这一次的接发球来一个快抹，球送起来，还有。后排，这一次的后排吴国强没有配合好啊，是吴国强跳太慢了吗？感觉这球他上去的是有点慢的，嗯。所以刚刚那个球其实他也不是在最高点来打，是有点虽然是有跳，但是点还是低，然后往上来打，这个弧度就大了，就界外球就比例高一点。他那个角度啊，然后他正后方啊，对，过来太难打。不是要一直念你，好不好？要求积极一点，还是你要把自己做好？我的，是吗？对。再来！多米没要，你没要，暂停结束。这次的暂停，林志友教练也针对举球员冯品恒来做了一些叮咛哦。那特别提醒啊，我不是要念你哦，真的是分内的工作自己要做好了。那确实啦，因为在整个的一个重心都会落在举球员身上嘛，所以举球员你的调度是要很精准，而且头脑要很清楚。吴国强接发，在这边后排攻击，这一次有了。庄玉祥的后排，中华三大舰队的8号庄玉祥的后排攻击得分。杨展瑞，这一次的发球出界。不过今天来讲的话呢，其实看到彰化三大有限的，我觉得说他们大概都是用跳发的模式的哈，所以跳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他比较不好控制目标啊。但是我觉得说他们可以从发球的部分去做一个调整，来去锁定台电的几个攻击手来做发球。好，这一次的攻击赖建豪让台电这边拖了下去。这一次快攻够快。这次拦网还有哦，直接上来。举球员陈玉仁的攻击欲望很强哦。对，刚好顺着他的左手上来，直接就打了。对，不要忘记陈玉仁是一个左撇子的举球员啊。对。轮到严正富的发球。吴国强在这个球打在黄志良的手上，喷出了界外。4号位的吴国强他2得分。看到这段时间，彰化三大有限这边林志友教练也让队长庄子霖在场下来休息啊。洪宇瑞切到这边4号位的攻击得分。
在这边这个攻击，结果扎扎实实的被拦了回来。吴国强，哇，这个拦网，从慢动作来看一下，单扣啊，出手的角度都已经被对方看得很清楚了。比分来到20比14，台电队现在只有6分的领先。庄玉翔这球打点比较高，想做touch out。洪宇睿来做个吊球，这一个吊球，结果庄玉翔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21比14。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哇，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接发球的失误。林志勇教练这个时候把另外一名举球员林博伟在这个时候换上来。这球台电队前排球员是有碰到球的了哈。对，在拦网上面有出到球，变成一个 touch out。轮到吴国强的发球。哎，轻轻松松，黄振良用左手把这球压向空档。这种算是一个 lucky 的一个得分哦，不过这个时候也要去考验到陈玉仁的举球的稳定度啊。嗯。在这边的一个攻击，结果第一时间被拦了回来。杨展瑞的攻击踢到了铁板，24比15，屏东台电男排在主场周的第一场比赛，现在来到了赛末点了。接发起来之后，杨展瑞面对3人拦网要打 touch out， 这球有没有 touch？ 没有，要不要挑战呢？那彰化三大有线这边要来挑战看看。这个球再怎么样也是要挑战哈，因为不挑战也结束掉了。如果挑战失败的话，那这场比赛就结束了。现在在等待最后挑战的结果，有没有 touch 呢？结果没有 touch 啊！挑战失败。这一个挑战结束，连续2个星期，彰化三大有线跟屏东台电男排的一个交手。上个星期虽然在凤山体育馆打了一场5局大战啊，但是这个星期回到主场的屏东台电男排，展现出当仁不让的一个气势啊！这场比赛直落3啊，击败了年轻的彰化三大有线。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来听赛后记者会。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加入气牌会员，加入气牌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
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那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啾咪。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ubSport 频道。Hub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球队的异动不大，然后外援也没有变，依然是我们的最强左手外援毕亚，然后加入了 HBL 冠军的班底，子云还有梁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力拼卫冕冠军。因为今年就是有新血的加入，而且我们也是新的球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上搭配能够更加稳定成熟，然后能够更加有默契，为球队拿下好的成绩。我们会尽量磨合默契，然后尽量多一点沟通，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球队，就是我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磨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场上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声音出来，这样。好，12月2号星期六，我们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恭喜在主场周的屏东台电男排在今天第一场比赛直落3击败了对手彰化3大有限，拿下了胜利。赛后记者会问到了张善元教练，还有2位球员甘明修还有陈玉仁。首先问到这个张善元教练，上个礼拜打了一场5局大战双方等于是火力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对轰，而且都有不错的一个拦网。那这个礼拜台电男排能够直落3获胜，你自己觉得这2场比赛，你自己的感觉差在哪里？上礼拜打5局嘛，上礼拜其实我们的接发球跟拦网没有发挥出来，就是上礼拜接发球就是没有很多到位的球，所以然后
加上三大有线他们的拦网做得不错，对，所以我们上礼拜会这么难打，对，然后这礼拜因为我们的接发球、拦网、攻击全部都有发挥，所以我们今天打起来会特别跟上礼拜比起来会特别比较轻松一点点。你们今天的进攻效率还蛮好的啊，对。可是你在整个用人的调度方面，感觉上好像还是这次用的人比较少，因为看到敏汉也是第2局上来一下就下去了，然后玉人今天其实打的时间也不算多。那未来你今年第1年当教练，在整个调度方面，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还有什么在进步或者是加强的空间呢？就可能会再大胆一点吧，大胆用兵啊，对吧？其实后面其实也会慢慢的就是一直排下去，一直换下去，对。反正网络上球迷也是希望这个闪完比赛过程当中镜头照到的时候多一点笑容啦。好，那恭喜你们拿到胜利。现在来问到这个阿甘，阿甘这一季第1次这个站上来到记者会嘛，来今天你也拿到双位数的一个分数，而且在第1局我觉得你打球的感觉相当的好，你怎么看你今天这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前半段呐，就是我对我自己今天的状况是，就是觉得还不错，打蛮高分的。但一直到第2局有一颗地瓜出现，然后分数就整个直接大降啊！我是觉得说我还要再更沉稳一点，就是不能就是大好，然后又突然大坏，这样教练团就是之后会想说。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用我？这样，上礼拜5局大战你拿3分嘛，对不对？在这个礼拜也算是真的是表现不错了。那希望就是保持这样下去。刚才有个挑战，就挑战你逾越去救球的那球，我可以问你一下吗？你那球真的是有碰到吗？还是球有落地？你觉得？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就是我真的有碰到，但是。我不晓得裁判的尺度是怎么样，会去怎么判决这个球。后来他们提出挑战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蛮久了，所以那个镜头、那个画面没有找到，所以说实在也不知道。那今年看到你在体型上真的比去年感觉上瘦很多，你今年比上赛季7排18年瘦了几公斤？11、12公斤呢。一口气减掉这么多，要不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减肥的秘诀？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报复性减肥就是蛮危险的，因为刚赛季结束的时候，然后包含天佑教练、闪完教练，然后还有那个曼哥，都跟我说，就是要我减。啊，那一阵子练球也蛮累的，然后就是可能练完也没有想要吃，就洗完澡就想睡觉了。OK， 对，就少吃就是1天只吃1餐吧。OK， 对，就蛮危险的。OK， 好，谢谢明修。最后问到玉人。玉人，你今天也是替补上来担任举球啊？那其实，在攻击方面，感觉上你好像攻击欲望也蛮强的。在第3局的时候，你也是有直接这样的一个左手直接把球扒下去得分。身为这样的一个替补的举球员，你怎么看待你在球队的角色？就是如果有上场，就是努力处理好每一颗球这样。我们知道你高1的时候在大成高1是有举球员嘛？那高2也打过副攻，那你。来到台电之后，专门来担任举球。你这2年、这2、3年这样待下来，有没有觉得自己在跟攻击手的一个配合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吗？就是举出去的每一颗球，如果不太好的话，就是跟攻击手沟通，这样就是多问。那身为左撇子的举球员，你自己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就是像今天比赛一样，如果有可以攻击的空隙，就直接打，能够直接得分这样。好 ，OK， 谢谢3位参加我们的赛后记者会，恭喜屏东台电在主场周拿下了胜利。明天你们还要对美津浓，明天继续加油。接下来时间交给球评。好，我们恭喜台电今天以3-0的一个大比分呢，轻松的拿下了彰化3大有线哈。那其实今天可以看到，就是如同在整个台电队他们教练跟选手所谈到的，今天他们整体的表现来讲的话呢，在技术面各方面呢都表现得相当不错。所以今天的整个的一个这个比赛的结果，当然就是如同他们的一个很顺畅的一个意思在走。那当然，我们看到今天3大有线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开局的时候呢打得相当的不错。不过在整个的进行到后段的时候呢，毕竟他们对于这个分数被拉开了以后，产生了一些心理的压力，
所以在整个技术上面的一个表现里面呢，就渐行渐远哦。那尤其在第3局的时候呢，失掉前面的2局，在第3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开局的时候呢，反而是有一个大比分被领先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球队里面他要去逐渐去改善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把赌神电影的那个台词再拿出来啊，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是不是这样子说？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哈当然在整个攻击效率方面啊，今天的台电攻击效率相当好，今天全场的攻击得分，屏东台电来到了43分，那彰化3大有限全场攻击只有拿下28分，比起上个礼拜的5局大战明显差了很多。而且讲到篮网，今天台电男排今天全场有11次的篮网得分，他们真的天罗地网，今天真的让彰化3大有限的攻击是无所发挥。对。看到今天在彰化3大有限今天得分最高的是吴国强，那庄子霖在整个比赛的中后段那反而就比较没有上场了。今天在庄宇翔这边，在目前这个攻击方面也是拿下了4分。今天在台电这边啊，还是展现他们整个兵多将广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啊，不管在攻防方面都是有非常整齐的发挥。也恭喜屏东蓝天男排在今天这场比赛拿下胜利。那明天他们要继续在主场来面对美金农队。那在今天12月2号的下一场比赛，我们待会儿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气排女子组的赛事，那将由凯撒饭店连锁来对上新北中鲜，也请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转播。我是陈雅礼，跟球评于清芳老师在这边先跟人说声再会了。我们在下一场精彩的企业排球联赛火力全开，再见喽，拜拜，拜拜。精彩的比赛。